和離時，我和夫君各自瞞了對方一件事，我沒告訴他，我提出和離，不是因為嫌棄他在戰場上傷了根本，無法生育，而是發現阿爹私通後宮嬪妃，我怕連累他才狠心和離。他也沒告訴我，他的根本並未傷過，是當初大夫斷定我難以生育，他怕我難過自責才想了這般託辭。原本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彼此的秘密，直到3年後，我家送親的喜轎和他接親的喜轎相撞，彼時他已官拜大理寺卿，要迎娶的是陽城千尊萬貴的郡主，而我終因阿爹之事受牽連，為保全家族，不得不嫁給戰死沙場的薛小將軍冥婚。我強顏歡笑與他打招呼，蕭大人这妖巧，你是去哪裡迎親？四目正藍相對，蕭凌淵黑眸冷淡疏離掠過我，他沒有回應我，只是策馬從我身邊經過，陳血撲我滿面，嗆得我眼淚都出來了。他身後跟着的喜嬷嬷笑着應我，咱們蕭大人要去迎親的是上陽城的扶桑郡主，石小姐是要嫁往何處啊？怎不見新郎來接親？寒意料峭，冰冷刺骨，凍得我鼻尖有些發疼。我回道，我要去的是上陽薛家。聽聞是上陽薛家，喜嬷嬷滿臉的笑意僵住，一時沒再接話。雪路難行，我們一同停在上雲客棧歇腳。喜嬷嬷忽然過來，好意提醒我，小姐，你要嫁的上陽東城段郎可是姬妾成群，我聽說前陣子那正妻剛打死一個。我笑了笑，多謝嬷嬷提醒，我定會小心。蕭凌淵放下杯中酒，神情輕蔑。沈青衣，段景琰那個登徒浪子你也嫁，自擔為妾。他頓了頓，也沒掩飾住眼中的鄙夷。你圖他什麼？圖他夜夜笙歌，棉花素柳，荒淫无度嗎？當初嫁他時，我曾與他說，若要娶我，便永遠只能有我一妻。我咽下已到舌尖的強顏歡笑，像咽下刀片。蕭大人確實文采斐然，然而我的確是俗女一個。小雪扯住我的衣袖，悄聲道，小姐為何不說，你要嫁的並非上陽東城段家，而是西城段家。西城段家那個剛死的段小將軍，我要嫁的便是他。我與他不會有上拜天地，洞房花燭，只有封棺合葬，婚事待成。見我沉默，小雪急切的低聲都破了音。小姐都到此境地了，還要任由大人誤會嗎？為何不跟大人解釋清楚3年前你同他和離的原因？說什麼？說我發現阿爹私通後宮嬪妃，一旦被人告發，便是株連9族大罪。說我怕連累他，才與他和離。他於我而言是高懸的明月，我怎麼捨得玷污那月光？3年前沒打算坦白的，現在已要各自婚嫁時再去坦白，還有意義嗎？我該怎麼說？又該從何說起？思緒紛飛之際，蕭凌淵扔下2塊碎銀，便起身要走。就在這時，客棧的門被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乞丐撞開，呼嘯的雪片如細刃，刮得人臉疼。外頭風雪正盛，老乞丐捧着只破碗，黝黑的臉上沾滿風霜。他攔住蕭凌淵起時，大人，賞我碗粥吧，我不白吃您的，只需1碗粥錢，讓我今夜在此地避避風雪。我上知婚姻劫難，下小疾病受沉，大人算一卦吧。蕭凌淵面色冷沉，他從不信鬼神之說。喜嬷嬷是個有眼力見的，給那老乞遞了碗粥，笑道，我家大人不信鬼神之說，這碗粥你拿去吧，只需你說句祝賀我家大人與扶桑郡主新婚的吉祥話。乞丐接過粥也不急着喝，端詳着蕭凌淵恍神道，可大人與郡主命中並無姻緣啊。喜嬷嬷臉色一變，一把奪回粥碗，好你個糊塗的老乞丐，敢胡說八道，我家大人與郡主情投意合，馬場出獄便共歷生死，郡主心愛的琉璃杯明珠首飾，大人無一不備，郡主更是親手為大人繡靴繡荷包，2日後便是他們的婚期，怎會命中無婚約？我無意去聽，可鼻尖卻發了酸。和蕭凌淵成婚3年，他還是個不解風情的武將，從未送我過珠釵首飾，我每次要用畫本子來點他也只會笨拙把庫房鑰匙交給我，夫人想要什麼自己去買便是。可如今他竟待郡主如此體貼入微，時間真是個好東西，讓不解風情的人變得體貼入微。垂眸，我招呼小雪回客房，卻被那老乞丐攔住去路。小姐，不如讓老朽給您算一卦，只要1張餅就成。他徑直伸手，從桌上抓了塊燒餅就塞進嘴裡，接着他咧嘴一笑，2年後小姐可得1兒1女，龍鳳呈祥。小雪氣瘋了，揚聲喚掌櫃的出來管事，驅走這滿口胡話的老乞丐。我卻阻住了他，算了，他只是個可憐人，想討口飯吃，他是為了求生才胡謅這些荒唐的話，他不知道我嫁的是個死人，不可能有孩子，沒有人願意說謊，只是事到臨頭，迫不得已。蕭凌淵冷着臉轉身離去，一枚雪玉平安扣自他腰間墜落，我呼吸瞬間止住。我為他求的平安扣他還留着，那平安扣上還刻着我的青字，我不自覺撿起它，追了蕭凌淵2步。蕭凌淵，你的東西掉了。蕭凌淵身形微頓，衣袍翻卷，如風中蘆葦般輕輕一顫。他漠然的回答隨無情的風刺進我耳中，無用之物扔了便是。旋即挺直脊背，決然踏入長廊。我捧着雪玉僵立原地，仿佛連風也看不下去，幫着蕭凌淵在嘲笑我堅若草芥的遲來深情。我頓在原地，凝着那道消失長廊的背影，胸腔獨湧的一句話都說不出，壓下滿腔難過。剛回到房間的桌前坐下，我猛地吐出一口黑血，飛濺到那玉製平安扣上。小雪驚慌道，小姐，我去請大夫來。我虛弱抬起手，整張臉血色褪盡，沒必要的，去也無用。上轎前，阿娘為我飲下的送行酒裡下了慢性毒藥，她怕我臨陣脫逃，私自逃走。如果死成定局，我便再無逃生理由。我接過小雪遞來的帕子，將平安扣上的血一滴滴擦拭，然後很小心將玉佩放在了嫁衣裡。次日，待我繼續啟程時，蕭凌淵已走了。馬車上，小雪為我備好了暖手爐，她推開車窗往外看，感嘆：小姐，這冰霜路好走了許多。蕭凌淵先行，雪地裡有被壓過的車輪印，我們只需沿着車輪印走便好。轎輦緩緩向前，行至上懷關時，我書弟喊停了車夫，稍等，這裡有個小村莊。我記得成婚第1年，和蕭凌淵打獵途經此處，我說這兒風光好，蕭凌淵便親自砍竹鋸木，給我修建了一處小竹屋。他出征前帶我來了此處，還同我許諾：阿柔，待日後戰亂平息，四海升平，我便守着你，在小竹屋中共度餘生。不會有機會了，我想最後再去看一眼。
看一眼便當是我們共度餘生了。紅色的繡鞋踩在雪地裡沙沙作響，然而那小竹屋卻早被燒成一灘灰燼了。我敛了淚意，要往回走，鄰居大娘見我身穿紅衣，從院門口探出頭來：“小姐是新婚吧？祝小姐所嫁良人余生恩愛。小姐可否給老婆子一些喜果子給孙孙解解饞呀？”她身後茅草屋裡有小孩的吵鬧聲傳來，我喚小雪回車叫上去拿喜果子。那大娘又問我：“小姐，您是要嫁去上陽吧？這上陽城最近喜事可多呢。最值得一說的是那大理寺卿蕭大人總算得償所願，迎娶扶桑郡主。扶桑郡主14歲去趙國和親，給蕭大人留信說，希望蕭大人能另娶他人。那蕭大人真就娶了別人，不過好在命運眷顧，蕭大人和離了，而扶桑郡主也終於從敵國回來了，他們也終於能重圓遺憾了。您和您的郎君也一定會白頭相守的。”我怔愣原地，冰雪落在我的額間，讓我心生了涼意。所以蕭凌淵娶我，只是為了圓扶桑郡主的一樁心願。所以哪怕我在他最難過的時候離開，他也只說了一句：“願再尋得如意郎君。”原是因為他不在乎啊，不在乎好啊，這不是就我期望的，從此風月再不相關嗎？與他和離後的那年冬天，我冒着大雪上青城山祈願，我祈求蕭凌淵青雲直上，大志得酬，祈求他心中無我，能再娶佳人。如今件件皆如願，我該開心才是。我強勾了唇角，指尖緊攥拳心，艱澀道：“真好啊，祝他們百歲不相離，結髮為飛鴻。百歲不相離，我也得繼續啟程了。”馬車繼續前行，剛行出幾十里，馬夫驚慌稟告：“小姐，前方山崩了，一時半會兒怕是不能通行。風雪漸盛，前方蕭凌淵的侍衛們正在清理碎石，只能又停頓歇息。”小雪搀扶我進了附近一處山洞，避寒取暖。進了洞口，便見陰暗潮濕的山洞裡已生了火，蕭凌淵就坐在火堆旁，他的喜嬷嬷熱情招呼我一同歇息，隨後領着小雪出去抱柴，柴火霹靂，只於我與蕭凌淵。我隔着燃燒的火焰，借着火光去瞧對面的蕭凌淵，他微閉着雙目，一身紅衣，清俊俊朗。我們成婚時是在國丧期間，因不能大操大辦，於是只能穿着寻常的衣服拜過天地，就算成了婚。那晚，蕭凌淵與我飲過和親酒，便同我保證，之後一定會讓我穿上鳳冠霞帔，他紅妝十里替我補上婚嫁之儀。那天開始，我就在期盼，待我們穿上婚嫁禮服，會是如何模樣。我心裡湧起一陣悲寂，如今再着嫁衣，卻是各自婚娶，再不相干。我隔着蹿高的火焰，就這樣靜靜的失神看着蕭凌淵。不知過了多久，蕭凌淵烏黑眼眸平靜朝我看過來，平靜的眸光裡帶着明顯的厭惡。我迅速別開眼，他卻冷然緊綁着一張臉，開了口：“沈青衣，段家並無喜訊，也並無納妾之意。”山洞狹小，寂靜的只能聽見急促的喘息聲，冷汗浸濕後背，我的心跳從胸腔裡用力往外撞着。他是都知道了，然而下一瞬就又聽他說：“沈青衣，給段景琰那浪蕩子做外室，是你自願還是家人定下的？”他竟以為我是給段景琰做外室，外室是比妾還要低賤的，也不怪他如此想。阿爹出事時，他曾上門來問過的，他問我是不是怕拖累他，才與他和離。他在雨中站了整夜，說若阿爹有冤屈，他替我申。他把房契地契交給我，他說他會努力科考入仕，替我撐起沈家門楣。那時我怎麼說的？我說替我撐起沈家門楣。蕭凌淵，你一无權勢，二无根基，往後更是無能。你倒是說要替我怎麼撐。我還說，若你真的想再娶我，那便認回瀟湘這個父親，給我榮華富貴，我還能忍着惡心和你這個廢人在一起。瀟湘是他發誓斷絕關係的父親，更是為了扶正外室逼死他母親的仇人。我撿最傷人的話說，也將他傷了個徹底。收回思緒，我低下眼，強扯出一抹苦笑。我若不願，沒人能讓我低頭，我自是心甘情願的。段景琰雖浪蕩多情，但家財萬貫，對外室更是願花千金哄着。我就是欣賞他性情做派，與我一樣。蕭凌淵厭惡的眸光幾乎是直直扎了過來，犀利的我不敢抬頭去看他。他冷笑一聲，激潮淡淡從唇角溢出，我緊攥着手心，任他的漠然冰冷刺得我千瘡百孔。就在這時，小雪拿着婚書進來，慌慌張張打破了這沉寂。小姐，婚書都被風雪弄潮濕了。她走得急，被碎尸一半，整個人砰地向前栽在蕭凌淵面前，懷中婚書唰地散開，攤開在地。蕭凌淵垂眸，目光落在那紙幽契上，今有段家郎君承諭為國捐軀，哀其魂孤，沈家女青衣自願與君結下幽契。小雪手快，忙將婚書撿起爬了起來。我呼吸已經變輕，突然又想起蕭凌淵有夜盲症，身處暗處便視物不清，剛找回喘息，後腳進來的他的喜嬷嬷訝異追問：“婚書，沈小姐不是要嫁入段家為妾嗎？正妻才會有婚書呢。”我幾乎是直接脫口而出：“是小雪的婚書，我替她在上陽鄉看了人家，替小雪鄉看了人家是真的。我死後便放她自由。”蕭凌淵卻是徑自轉了身，這讓我面上極力維持的平靜又顯得可笑極了。風雪歷歷不停歇，丫鬟婢子們熬了一日，這夜終於支撐不住，橫七豎八靠在洞壁邊睡了過去。呼吸聲漸漸綿長，我卻全無睡意。洞外風雪聲漸弱，洞內柴火霹靂，我渾身有些發燙，想吹些涼風散散熱氣。行至洞口，卻發現蕭凌淵已在洞壁旁，有些悵然失神，拿着酒壺仰頭往喉腔裡灌。我旋即往後退，想回山洞，卻踩到了枯樹枝，嘎吱一聲，惹得蕭凌淵回了頭。我一眼便看到了他脖颈上那道狰甯疤痕，記憶翻湧而來。那一年祖母生辰，他陪我回府慶賀，祖母給姐妹們備了緊緻布匹，我去的最早，卻是最後被允許挑選的，撿的都是他們剩下的。幾日後，我寢房桌上便放了一件華貴的雲錦羅裙，我感動落淚，感動不解風情的我的郎君，懂我未曾言說的難過。很久之後，我才從他的同僚口中得知，那雲錦羅裙是馬球比賽的彩頭，他脖子上那道疤痕便是那次打馬球落下的。沈青衣，蕭凌淵把我從回憶裡拽了出來，
我有些诧異。她紅衣立於風雪中，雙鬢落在墨髮間，聲音也動人。她說：“以後別再有意無意出現在我眼前了，就當我們從未相識。”話落，她不等我回應，便轉身走向更遠的山洞外，失去查看碎石清理進度。我的艱澀也來得後知後覺，我就這樣靜靜地站着，看着蕭凌淵越走越遠的身影，聽着雪山上只有嗚咽的風聲。我這一生一直在順從，唯一忤逆父母，便是嫁他為妻。那3年好像一場不真切的幸福幻夢，他曾對我那樣好過，我當然不會讓他失望。蕭凌淵這一走，就沒再返回山洞。第二天晨光幽微時，路變通了，侍衛替蕭凌淵牽來駿馬，他踢上大氅，翻身上馬，快馬加鞭，即刻啟程的命令格外鏗鏘。蕭凌淵迫不及待地揚長而去，我抬眸往遠處看，一襲紅衣在青灰色的天幕中漸漸隱去。他啟程了，我們也該啟程了。我的送嫁隊伍直到天黑黑盡，才趕到上陽城城門口。我已經有刻意拖延，好與蕭凌淵迎親隊伍錯開，沒想到還是再次遇見了。蕭凌淵的隨從們還在清點那數不清的聘禮，一箱箱璀璨珠寶如流水擺了至少1里長。小雪看紅了眼，難受的直哽咽。小姐，從前大人娶您時，聘禮裡單一張紙都寫不滿，如今娶郡主卻如此奢華，我卻淡然如水。他摒棄家族身份，弃武從文官拜大理寺卿，是越過了種種艱難的。如今的風光無雙，是他應得的。我思緒漸濃時，身旁隨行的嬷嬷來告辭：“小姐，送你到此處，老奴便要回去復命了。”送嫁原本是該有亲眷送的，阿娘說會棄，便只差了她貼身的嬷嬷來送。小姐，夫人交代過了，您嫁入段家，段夫人定會問你還有何遺願，屆時請你懇求段家在聖上面前多為沈家美言幾句，得到段家照拂，沈家未出嫁的女兒才能求得美滿婚事。聽她說完，我只問了句：“阿娘可還叮囑其他？”嬷嬷搖頭，表示再無他話。我喉腔獨湧，呼吸變得有些沉重，我將身死，可我弟阿娘竟連一句願我一路走好，來生康健的話也沒有。嬷嬷見我垂眸失落，輕聲道：“小姐，你身為長女，這些是你該承受的。因是長女，便該受苛責冷待，就連蕭凌淵也跟着我受盡屈辱。因是長女，便該為了家族利益，犧牲我與段小將軍冥婚。”大雪紛紛揚揚落着，我眼中氤氲霧氣，淡淡應了一聲：“知道了。”話音未落，城門口突然傳來一陣急促馬蹄聲，抬頭望去，只見一面容精致的女子提着狐毛大氅，笑着從車轎中跳下，直奔蕭凌淵身前。蕭凌淵，快看我給你帶了什麼！冰糖葫蘆，可甜了。不消猜，如此金貴的定是那扶桑郡主。他笑着接過，郡主怎麼來了？天寒地凍的，按理今日郡主是不可見我的。郡主扯住他的衣袖，就着他的手，將冰糖葫蘆送入他嘴裡。可我想見你，快嘗嘗，甜不甜？他无奈寵溺地咬了一口，皺着眉說：“甜極了。”細細碎碎的雪還在下着，沾染我一身濕涼。從前我愛吃冰糖葫蘆，也總變了花樣做給他嘗，可他總是拒絕。時間在走，人也在變。蕭凌淵單手托起郡主的腰，橫跨上馬，勒起韁繩掉了頭。恰時喧天鑼鼓聲響，段家來迎我的人馬從蕭凌淵馬前過，指使者高呼一聲：“奴等來迎接沈小姐。”迎接我的不是喜轎，而是一口漆黑棺材。扶桑郡主被那棺木驚到，短暫冲我投來視線後，旋即你眉呵斥，問來迎親的執事：“你是哪家的執事？為何要用棺材來接？”執事立刻稀的回話：“回郡主，奴才是段家的。”圍觀人群抑不住嘲諷：“段家那不都是喜轎進棺材出嗎？你們這就有所不知了，是他那段夫人發了話，段郎君要在纳妾或養外事，只能用棺材去接。”扶桑郡主還想說什麼，被蕭凌淵阻了。他人要作繭自負，你又何必浪費口舌？他很快縱馬離去，我凝着蕭凌淵遠去背影。我想，若有朝一日，他知曉這是來接親的棺木，亦是我死後的靈柩，會為我難過嗎？想法剛冒出，便被我壓下，不必為我難過了。我這一生，樁樁件件都由不得我選，到頭來終究擺脫不了殘酷的命運。蕭凌淵，你就該如此刻般大步向前，再莫回頭。只是起身拍拍膝蓋上的灰，催促我快點入關。小雪攔在我身前，不忿，怎能用棺材來接小姐進城？只是冷面一聲，小姐馬上便要與我家郎君封棺合葬，不用棺材來接，難道用8台喜轎嗎？我冷了聲音，回身上轎。婚期定在明日，明日我会準時出現在將軍府。還剩下半日，我還有一件事必須要做。我曾在菩薩面前許過願，一願蕭凌淵青雲直上，大志得酬；二願得娶佳人，心中無我。如今都實現了，我必須去還願。城西有座大昭寺，我去的便是那處。大羅寶殿，金光佛像俯視眾生。我點燃3支香，跪坐蒲團，雙手合十。還願之後，又虔誠求了3願：一願來生不生於世家大族，能得自由身；二願來生有父母兄長疼愛，試了心事畢。我穿過前殿朝山下去，殿前的祈願樹前，紅絲帶飄揚。我忽然就想起3年前年關時，蕭凌淵曾與我說：“阿柔，這大昭寺求姻緣最是靈驗，等過了年關，我們便去上陽，將祈願條掛滿祈願樹，護佑我們婚姻順遂，一世圓滿。”然而出行前一夜，我發現父親私通後妃，倉促下來與他和離的決定，那時沒能掛上，如今也終是一曲別離。風雪漸大，屋頂的紅瓦承不住力往下掉，眼看要砸到我頭上。小姐小心！小雪驚呼聲中，一道紅色身影徒手接住，替我擋了一劫的手掌霎時被割開一道狰狞血口。他墨髮間落了血，手心血滴落雪間，是蕭凌淵。我道謝的話還未說出口，他徑自側身從我身邊經過，側臉冷然：“沈青衣，你來祈願什麼？祈願榮華富貴，還是祈願你與那浪蕩子姻緣順遂？”我沒忍住，尖銳反問：“那蕭大人又是來求什麼？是來求壯健如初，子嗣綿延嗎？”他果然倏地青了臉色，到了嘴邊的反駁又生生咽了下去。他想說自己的根本並未傷過，是當初大夫斷定他難以生育，他怕他難過，怕他內疚自責，更怕他為了子嗣替他纳妾，便想了這般托辭。當初沒說的，現在再說也多餘。我硬撐着蕭凌淵冷厲的背影走遠，終於猛地嘔出一口血，刺目的鮮紅在皓白上開出一朵妖豔的花。雪還在紛紛揚揚落着，飄着，總有一天雪會停，春日也會來臨。蕭凌淵，剛才所說
說並非真心。方才佛廟前，我求的第3願是願傾盡我來世3生煙火，換你此生子嗣昌隆。小雪搀扶我起了身，我平靜的要走，卻被小雪拽住，她哭喪着哀求我：小姐，我們趁現在逃走吧，咱們逃得遠遠的。您為沈家犧牲太多，不該是您去替嫁的。她哭得悲寂，我該怎麼告訴她說，世上身不由己，無法抗衡的事太多了，有時候死反而是一種解脫。我笑着用帕子替她拂去了髮間雪，擦了她臉上珠淚。小雪，你想喝茶嗎？以往每到冬日，小雪便总會給我烹茉莉花茶。她說茉莉花茶最是清甜，喝了熱茶，寒冷的冬天好像也沒那麼難過去了。我問僧人尋了處香房，為她烹茶，燒炭取火，化開血水，將茶水放入茶爐，洗了一遍茶，還需再沖一遍，如此煮出來的茶水方能回甘。不過這次我還放了點迷藥，親眼看着她抽抽噎噎將一杯熱茶飲下肚。等她醒來，一切都結束了，人歸於塵土，都會過去的。待她趴在桌上沉沉睡去時，我將她的放疾書、訂好的婚契與封後嫁狀塞進她袖中。我迎着風雪啟程，夜色已深，風雪依舊不止。我想等來年，我或許也該化作這世間飛雪，清風朗月，真正自由。與此同時，另一邊，從大昭寺返程馬車上，蕭凌淵眸色沉沉，眉間的陰冷濃的如樹上霜凍化不開。風雪簌簌落下，扶桑郡主掀開車簾，滿目潔白，心馳神往。蕭凌淵，又下雪了，真好看。他目光不移望着遠處未知處，突地問起一件往事。我聽說3年前沈家出事，你跪在雪地求了瀟湘整整1夜，讓他保全沈家女眷。你血骨錚錚，曾发毒誓不再認瀟湘那個爹，你愛極了他。高馬上的男人沉默不言，仿佛沒有聽見。扶桑繼續說：蕭凌淵，我與你長兄各有苦衷，彼此錯過數年，如今也破鏡重圓，你當真要讓自己遺憾終身嗎？蕭凌淵仍沉默着，腦海裡卻早已走馬觀花般放映起與沈清一的從前。愛時他的一顰一笑，分手時他的疾言厲色，重逢後他的冷寂淡然。和離這3年，他變了，他也變了。官場如戰場，一路明槍暗箭，他是屍身血海闖過來的。他說想要榮華富貴，如今他有了。他若想要權勢，他亦有保全他的能力。可同行3日，他還是一眼未曾看過他。他問過他是否自願，只要他說他不願，哪怕是虛假情誼，哪怕是機關算計，他也甘之如飴。願紅妝10里，重聘他為妻。甚至這一路，他身着紅而不豔的赭紅，旁人瞧了便可知，他並非真正的新郎，他是踢坐輪椅的阿兄來迎親的。如此明晃晃，且他都是知道的。他也未曾問過一句，一句都沒有。他方才明白，過往一切他早已釋懷，困在過去的只有他，被他撕碎了的他。他婚前便答應過他，只要是他想要的，天上星海比月他都替他尋來。他想清楚了，他既是真心喜歡那浪蕩子，便由他來替他掃清障礙，護他餘生周全。蕭凌淵握着手心，那條被血浸染濕透，還沒來得及掛上去的祈願條，上面是他尊敬字跡：願沈清一得償所願，事事順遂。臘月18、40，扶桑郡主熱熱鬧鬧出了閣，上了蕭凌淵帶接親的喜轎。紅妝10里，送親隊伍浩浩湯湯，所有的人臉上都布滿喜色，唯有蕭凌淵除外。他眸色沉沉，表情冰冷，仿佛寒了冰茶。與沈清一成婚時，他已與相爺父親決裂，只是京郊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教頭，囊中羞澀，捉襟見肘，便賣了母親留給他的遺物，都寫不滿一張嫁妝單子。又適逢國喪，兩人是着青山拜的堂。那日，他與他發誓，日後定要他穿上鳳冠霞帔10里紅妝，為他補上婚嫁之儀。成婚3年，他未有一刻忘懷。然而就在昨日，他那般視若珍寶的人，卻被人用了漆黑棺木接親。他就那般愛他嗎？如此屈辱也自願忍受。遇刺的勒馬黃漿讓他鑽遍了形，想不通，理還亂，索性從思緒中果斷抽身。正然回神時，忽見巷口一口黑棺緩緩而出。駭人的是，棺身上綁着紅色綢帶，還貼着大紅喜字，晦氣2字頓時直衝蕭凌淵腦門。他一家馬婦加鞭上前，來到發喪隊伍前，可一腔怒氣又在看到段小將軍的牌位後消了個乾淨。他與段成玉曾一同在戰場浴血，1月前他戰死身故，令人唏噓。蕭凌淵眉心緊擰，不解問送葬的段家家丁：段小將軍不是10日前已經身故嗎？怎今日才停靈發喪？家丁恭敬回他：回大人，我家將軍7日前便發了喪，今日發喪的是他的夫人沈氏。蕭凌淵疑惑更濃了，我怎記得他生前並未娶妻，何來替夫人？將軍，你沒有記錯，我家小將軍生前的確並未娶妻，正因如此，我家老夫人連他未能人倫成家早逝，便為他結了門幽契。棺內躺的便是昨日才殉葬的夫人，說來還跟您是同鄉呢。蕭凌淵心頭突然一陣道不明的慌亂。同鄉？家丁對上他眼底的茫然，慷慨解惑道：是啊，大人貴人多忘事，3日前我去迎親，我家夫人的喜轎還與您接親的喜轎相撞了。他說着，臉上笑意又淡了些。天可憐見，扶桑郡主是嫁良人，而我家沈夫人卻是飲了毒來赴黃泉，劇毒斷腸散，也不知她如何挨過來。家丁嘆道：她與您同行而來，您一路未見她異樣嗎？再抬眸，就見蕭凌淵臉色霎時陰鬱。你家沈夫人姓甚名誰？家丁遂拱手，忙不迭鄭重如實稟報：我家殉葬的夫人是京城前太傅的庶长女，姓沈，名清一。只一瞬，讓蕭凌淵如雷炸耳，連呼吸都瞬間止住了。小雪踉踉蹌蹌，不知從何處跑來，她被風雪打濕，身上滿是髒污泥土。她看見沈清一灵柩，整個人滿是悲寂，直接跪倒靈柩前：小姐，為何不讓小雪送你最後一程？小姐，我不要嫁人，我不要金银，我只求能繼續侍奉你左右。小姐，小雪眼淚淌了下來，她聲音悲涼，目光渙散着。蕭凌淵大腦一片空白，不敢相信，怎麼會是他？小雪看着灵柩中的人，
痛不能言，任由淚珠滾落。蕭林淵胸腔像是被針密密麻麻扎過，痛得幾近無法喘息。身旁有圍觀百姓正在議論，這段小將軍生前忠烈，死後這段老夫人聯繫他未曾婚配，竟真的讓他冥婚了。聽說沈家送來婚配的不是曾定下婚約的幼女，好像是有過婚嫁的長女。蕭林淵正愣住，冥婚、段家、婚約，段家與沈家幼女有過婚約，可他以為段小將軍戰死沙場，這婚約便算作廢了，所以沈清一要嫁的不是那浪蕩子段景琰，而是要嫁給剛戰死沙場的段小將軍。他盯着那漆黑棺木，目眦欲裂，喉腔更是獨湧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他踉踉蹌蹌，不顧众人的勸阻，一劍劈開了那棺木。他不信，不親眼見到屍骸，他是不會信的。他那樣一個貪慕榮華富貴的人，怎會甘心明嫁？或許是假的呢。然而棺蓋劈作兩半，棺木裡沈清一穿着紅色嫁衣，妝容精致，唯有面色慘白，安靜的就好像睡着了一樣。小雪哭着推開蕭林淵，蕭大人，我家小姐已經死了，求您讓她安息吧。听到動靜的段老夫人匆匆趕了過來，見是蕭林淵，沉冷的面色有些微微抽動。段家原本要的是沈家幼女，直到人送了過來，才發現是並非廚子已和離過的沈家長女。可是成定局，他們也只能将錯就錯。而今見蕭林淵此等悲痛，才知雖已和離，他心中亦有他。身旁心腹在催促，大人，我們該啟程了，莫要錯過及時。蕭林淵冷聲吩咐心腹劉全，將郡主送回上京城。劉全正愣不解，大人，您不同我們一起回上京嗎？沈小姐已經再嫁他父，嫁給段小将軍了，是他貪慕榮華，是他在您最狼狽時拋下你，這等不仁不義的女子，您又何必為他傷懷？蕭林淵滿眸悲戚，聲音沙啞至極，打斷了劉全。啟程。扶桑郡主見此場面，心裡說不上來的難過，可他知他無法插手，也不能插手。小雪聽着這話，胸腔臥地湧上一陣悲涼，她為小姐而難過。小姐生前受盡苦楚，死後又被蕭林淵劈開棺木，被他的心腹如此惡言重傷，她替小姐不平，滾燙的淚珠一滴滴滾落。若非小姐當初執意與蕭大人和離，逆陳家的郎婿，當真能如此平步青雲，官拜大理寺卿嗎？蕭大人，如今你要娶扶桑郡主，也請您不要擾了我家小姐的清靜。一字一字，好似要將她的整顆心臟都要撕開了。他不顧百姓們的目光，只一步一步向前，將那面容平靜的女子從棺木中抱了起來。他記得他許諾過沈清一的，日後會允他鳳冠霞帔，十里紅妝，補上婚嫁之儀。如今他來見諾，送親隊伍走了，小雪卻執意攔在蕭林淵身前。他聲音哽咽，蕭大人，明嫁這件事是小姐生前決定的，是段家請旨才護下沈家女眷。小姐說這個恩情他必須去還的，他不能違背小姐生前的遺願。然而下一瞬便聽蕭林淵冷聲，他是為報恩才明嫁。蕭林淵冷眼看着站在不遠處的段老夫人，一步一步朝着他走過去。段老夫人，謝恩讓清一明嫁，段家與沈家是何恩情？段老夫人氣血上湧，話不能言。他將門之家見過太多生死，可如今蕭林淵那樣冷漠又絕望的眸子卻是他第一次見，只看他一眼便壓迫得他幾近不能喘息。當初沈家求情，說希望能看在兩家婚約上，求情護住沈家女眷，段成玉亦跪在祠堂請求父親上旨，段家不想引火燒身，只假意應答，卻沒成想陛下是真的下旨留下了沈家女眷，他們不知是誰求來的旨意，段家也懶得解釋，承下了這份恩情。而後段小將軍相中了巫蠱要娶沈婉明，他只能答應，若這一戰他拿下軍功，便成全了他吧。卻不料他死在了戰場，他總不能讓他的孫兒帶着遺憾走吧。只是他沒想到送來的會是沈清一。段老夫人低垂着頭，聲音微微哽住，她不是沒聽過蕭林淵冷面閻羅的名號，如今犯下大錯，她更怕這場大火會連累段家。段成玉已經身死，段氏門楣無人能撐起，只靠着與先帝的情分徒留了個軀殼，如何能與正得聖寵的蕭大人抗衡？他只低頭認錯，蕭大人，千錯萬錯是老夫的錯，可老夫實在不知送來的女兒是沈清一啊，與我孫兒有婚約的人是沈婉寧。蕭林淵眸色淡漠，聲音比寒霜還要動人，段家的債我擇日自會來討。只一句便讓段老夫人遍體生寒，她冷着一張臉走了。她看着懷裡的人兒，如今重要的是將清一帶回家，帶回他們的家。身後老奴僕搀扶着踉蹌倒下的段老夫人，問為何？老夫人不同蕭大人說，沈小姐明嫁的真實原因。段老夫人剜了那老奴僕一眼，老奴僕瞬間不敢說話了。蕭林淵隨行的大夫看過沈清一後，回稟蕭林淵大人，沈小姐體內是有2種毒，一種是剛服下不久的鹤頂紅，體內還有一種慢性毒藥，應服下去有些時日了。馬車上，蕭林淵看着懷裡的人，他初見沈清一是在上元燈節，他戴着面具，猜燈謎，無數才子聚集，竟被他奪了魁首。他對他心生去意，追上前，卻見少女摘下面具，提着花燈，和身旁的婢女笑說：小雪，這花燈我可給你迎來了，花燈節的事你可要保密，上京城的風雪有些盛大。那一刻他卻怔住了，風雪好像吹亂了他的心。沈清一要嫁他時，沈家是不知道蕭林淵的身份的，於是百般阻攔，可沈清一只問了他一句話，他問蕭林淵，你待我可是真心？你日後只能有我一妻，你能否做到？他緊握住他的手，說我对汝之心，天地為證，日月可見。只有這一句，沈清一忤逆了父母，決然嫁給了他。自那時起，蕭林淵便想，這麼好的夫人，是他用命也要護住的。沈家出事時，是他第一次和蕭湘服軟，他恨了蕭湘整整10年。自生母身死，他便與蕭湘斷絕了父子關係，一人進了軍營。他恨不能將蕭湘挫骨揚灰，拆父入骨，可他還是服軟了。他想，他的傲骨，他的自尊，他什麼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他好好活着。和離3年，他不是沒想過要去找沈清一，他想，哪怕他憎惡他，厭惡他，只要能護他周全就足夠。可蕭湘只冷冷丟下了一句話：今日我能保全沈家女眷，來日我定也能將他們挫骨揚灰。既已與沈清一和離，便不要再與沈家扯上任何關係。他的生父是個殺自己的糟糠妻子都不曾眨眼的人，他是真的害怕了。他想，
他只有擁有足夠的能力才能護住他。於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，而今終於有了能與生父抗衡的能力。他知沈清一和離3年仍未嫁，於是他備好了紅妝十里，也備好了封官霞帔。他想，無論從前他是何等缘由與自己和離，總歸要榮華富貴。他給他要權勢要風光，他也能給他。嫌棄他是廢人，那便與他解釋過往原因。他已經尋到了大夫，是能治他的不孕之症的。他想等他替兄長迎完親，便將一切告訴他。然而車轎相撞，他看見他穿着嫁衣坐在轿子中，他要成婚了。那一刻，巨大的悲傷朝他湧來。在得知他要嫁的是段景琰後，他又生氣至極。這樣的男人怎能配得上他的青衣啊？他將沈清一抱在懷裡，緊緊貼着他的額頭。他待了很久，都沒能說出話來。他想罵他自作主張，也想質問他：沈清一，你要我扶摇直上，大志得酬，那麼你呢？沈清一，那你呢？你就該去死嗎？蕭凌淵一寸一寸撫着他的臉，喉間哽咽：阿柔，我帶你回家，帶你回我們的家。他想，這一次他抱住了他，便不要再放手了。快馬加鞭2日，終於在那天晚上回到了上京城。可剛到上京城，便見沈家女眷等在了城門口，像是在特意等他。蕭凌淵下了馬，看見沈婉寧匆匆上前，他哭過了，滿臉淚痕。沈婉寧沒看他的阿姐，一眼都沒有，只是哭着跪在蕭凌淵身前。蕭大人，你我阿姐已經和離了，我阿姐是自願明嫁段成玉的，求您不要将她屍體帶回，她已經死了，既如此，就讓她死得其所吧。蕭凌淵想到那慢性毒藥，便知是他家人逼迫，他冷眼看着他。沈婉寧，阿柔分明是替你明嫁，你怎能心安理得說出讓她死得其所這樣的話？話落，他轉身要入城，他要帶他的亡妻回家，等讓阿柔安安靜靜入睡，他便一個一個一樁一樁來清算。他轉身要走，下一刻便聽見沈婉寧哽咽道：是阿姐偷走我的人生16年，我為何不能讓她替我去死？蕭凌淵正愣住，什麼叫他偷走沈婉寧的人生整整16年？分明是青衣替代了沈婉寧本該身死的結局。沈婉寧看着蕭凌淵懷裡的人，目光越來越哀怨。沈清一原本就只是妾室的女兒，是他将沈清一和我換了，我在城外莊子受盡苦楚，而他卻擔着沈家嫡長女的名號，享受着本該屬於我的父母疼愛。而今沈家必須要有一個女兒去明嫁，以此來護佑沈家女眷，難道不該是他嗎？現在他人都死了，明嫁不成。蕭大人，求您看在我沈家滿门妇孺孤苦的份上，放過我阿姐的尸身，不要讓她白死。他说着說着，委屈落下淚來。蕭凌淵胸腔似被塞了一團濕棉花，原來是這樣，难怪他分明以前是嫡长女，後來卻被貶低為庶，甚至府裡的丫鬟都可以肆意欺辱他，可這些他都未曾和自己說過。他凝着沈婉寧，聲音只是漠然。所以呢，他就該代替你去死吗？說真的，我替段小将軍爱上你這般的人，不值得。他初识段成玉，便知段成玉心於沈婉寧，他為了他甚至抗旨拒婚，被他拒婚的是當今圣上最寵的小公主，因此皇上便將段成玉發配到了邊疆。蕭凌淵問過段小将軍，你這般當真值嗎？若他娶了公主，他不必去前線戰場，不必有今朝不知是否還有明日，他能復興已然頹敗的家族，能位极人臣。可他說，蕭大人，若你有心儀的女子，你可否会計較得失？段成玉為沈婉寧做的不止这些，他會因為沈婉寧隨口說的想要邊疆的撥浪鼓，便策馬千里，日夜兼程，只為討他片刻歡心。得知沈家出事，為保全沈家女眷，他便立刻與沈家定下婚約。段老將軍本是不允許的，是他跪在家中受了百鞭，受盡家法，卻仍不改初心。段成玉這3年一直在拼命的在戰場履歷戰功，為的便是能獨立門戶，不必讓沈婉寧受盡家母苛責。到最後一刻留下的書信也只是婚約已廢，願婉寧再密家續，收回思緒。蕭凌淵的聲音更冷了幾分。沈小姐，如若我是段成玉，我或許也後悔那年在大昭寺前與你相識。這是段成玉和他說的。那時段成玉受傷，右眼失明，被世家子弟嘲諷欺辱，唯有路過的沈家小姐用絲帕綁住他的眼。人生在世，未必事事圓滿，哪怕一輩子不見光明，心裡平靜便也能見萬物，心裡平靜方見萬物。他雙眼失明，可在那一刻，他好像看見一個身穿白的女子，眉目溫柔，站在他身側。生養他的父母願他生於將門，卻成了廢人，唯有那個女子站在他身側。蕭凌淵垂下眉眼，霜雪落在了沈清一眉上，他輕輕拂去，垂下頭，在他耳側呢喃：阿柔，到家了，我帶你回家。霜雪打得愈發大了，沈婉寧瞬間就不說話了，她正愣在原地，好半晌，似自嘲：段成玉，你真是個傻子。沈婉寧身旁的丫鬟搀扶着她：小姐，雪落大了，小心着涼，我們先回府可好？她仍是全然不覺，只抬頭，冷冷清清的雪落在她身上，她喉头忽然梗塞：段成玉，若你知你用命護住的人，並非是你心上的那女子，你可會後悔？是了，那年大昭寺禮佛他是不想去的，於是便讓沈清一去了，只是在禮冊名單上寫的名字依舊是沈婉寧。段成玉一眼情動的不是他，是沈清一，他用命護住，只求他一生歡愉的也是沈清一。沈婉寧心裡有些說不上來的難過，他從未對段成玉心動，他本不該難過的，可不知為何，他眼眶竟有些酸澀。蕭府，蕭凌淵將沈清一放在了臥榻上，他坐在他身側，緊緊握着他的手，就好像他只是睡着了。他已經喃喃了一整晚了。他忽然想起前些天他審理的一起案件，阿柔，你知道嗎？前些天我審理了一起案件，是殺妻案。那男子在外養了3門外室，可他允諾過正妻一生一世一雙人，那妻子便尋他鬧，說要將那3門妾室挫骨揚灰。那男子情急之下，竟將妻子當場殺害，而後又痛苦不已。當庭審理案件時，我忽然就想起了你，若是你是那人的妻子，你會如何？我想你應該是悄悄同我和離，然後徹底消失在我的世界。阿柔，怎麼辦？我真的永遠失去你了。若是這樣，他當初定然不會放開他的手，一刻都不會。他竟真的以為阿柔不喜歡他了，他竟真的想放他自由。他答應過他，讓他事事如願的，
他盯着床榻上的人看了又看，心就好似被人撕裂開了，痛得他無法喘息。他艱難閉眼，聲音沙啞：“阿柔，你要我怎麼忘了你？”眼睛一閉，就是他的模樣，是他每年壽辰，他親自在廚房忙碌，給他做長壽糕，為他備下長壽麵的模樣，是他看到那個小竹屋時，驚喜撲到他懷裡，說待以後他入住了這竹屋，便要種花養菜，那雙期待的眸子滿是星光的模樣，是他在戰場受傷，他為他沐浴，看到他身上猙獰傷疤，哭到眼睛紅腫，說恨不能替他受疼的他，是新婚夜，蓋着紅蓋頭，到難以忍受，偷偷將喜果塞滿嘴巴的他，是行夫妻之事時，羞紅了臉，把臉埋在他脖颈，僵硬的不能動彈的他，他該怎麼忘了一個他深愛多年的人？往後餘生，他該怎麼將這些回憶一遍一遍嚼碎，一遍一遍懷念着？蕭凌淵將沈清一親手入了葬，是他曾答應過他的。十里紅妝，鳳冠霞帔，是喜也是喪，他重新迎娶了一遭。他的妻墓碑也是他親手刻的。蕭凌淵亡妻之墓，他還在庭院內種滿了枇杷樹。阿柔愛吃枇杷，若有一日他回來了，看到這滿園枇杷，也該有一顆歡愉吧。阿柔入葬的第7天，瀟湘來了，他冷眼看着蕭凌淵，蕭凌淵，你要鬧也鬧夠了，也該認祖歸宗了吧？蕭凌淵坐在大廳首席，泛白指節緊緊捏住茶盞，咔的一聲便碎裂滿地。蕭凌淵抬眸看着瀟湘，面前的男人老態龍鍾，佝偻着背，話剛說幾句便咳嗽不止。蕭凌淵眸色清冷，那樣冷漠地看着瀟湘。瀟湘莫不是說笑，自從10年前你親手殺了我的母親，我便與你斷絕了父子關係，何來認祖歸宗？他永遠忘不了母親慘死在自己身前的模樣，是瀟湘親手為了他毒酒，才導致母親慘死。瀟湘默了半晌，良久嘆了口氣，蕭凌淵，當時我是有苦衷的。當時他話音未落，蕭凌淵便冷聲打斷，什麼苦衷？是因那外室捏着你的真實身份，你是逆臣之子，若被發現你是怕你丞相身份不保，所以只能聽由那外室摆布，殺了我娘，將那外室扶正。現在你又下了慢性毒藥，讓那外室帶着秘密入了棺材，又想將我認祖歸宗。瀟湘，你這如意算盤也未免打得太好了些。瀟湘的面色漸漸冷沉了下來，這些都是隱秘，早被那外室帶到了棺材中，他以為無人能知曉的，卻還是被自己的親兒子查出來了。瀟湘是逆臣之子沒錯，但他是以寒門身份寒窗苦讀一路爬上丞相之位，蕭家門楣不該就此斷送，難道他要因他的真實身份就讓蕭家整整70多口人平白失了性命嗎？70多條性命與1條性命之間，他選無可選，親手送自己的糟糠妻上路，他一痛不能言。可若是蕭凌淵，他又該如何選？瀟湘這些年給那外室下了許多不孕的藥，因此他只有2個兒子，長子卻因在馬場受傷，雙腿殘疾，他無法擔負起蕭家門楣，他對得起蕭家滿門，唯一辜負愧疚的只有他的糟糠妻。可偏偏蕭凌淵面容與那糟糠妻有7、8成像，他便只能將那些愧疚彌補在他身上。瀟湘不是不知道蕭凌淵放不下那沈家長女，只是他卻不想讓蕭凌淵去淌那渾水。沈家的事絕不是私通後宮嬪妃那樣簡單的，稍有不慎，蕭凌淵都會失了性命，甚至蕭府滿門都可能會被累及。他不能眼睜睜看着蕭凌淵送死。瀟湘如今身體已經垂危，他必須將蕭家托付給他，只能讓他認祖歸宗。可蕭凌淵仍是不願，他原是想用沈家女眷逼迫的，畢竟是沈清一生前寧願用性命相護的。可看到他這般悲傷的模樣，他忽然想通了，他不能讓他的母親為蕭家滿門而死，此刻又讓他唯一的血脈為蕭家滿門做違背心意的事。他沉沉嘆息一聲，終是轉身離去。瀟湘剛走，蕭凌淵的心腹劉明前來復命。蕭大人，段家提出要冥婚的2人已經中毒身亡，現在只剩沈家那些提出要夫人替婚的人了，要屬下動手嗎？蕭凌淵高坐上位，穿着绯紅官服，眸目清冷，唯有神色中帶着破碎感。他輕輕晃動着茶杯，便有一副運籌帷幄的貴公子的模樣。他輕聲道：“該殺的。”然而下一瞬便聽心腹劉明遲疑着呈上一封信紙：“大人，另外我重新調查了沈家，請您過目。這是沈家滿門被流放的真相，也是沈清一寧願和離也不願拖累的真相。”蕭凌淵怔愣接過書信，上面寫着的是沈大人與宣妃的書信往來。原沈大人是一名清正的太監，太子12歲時便欺辱過臣妻，那人乃御史台大夫陈墨白，而後一紙狀告上報朝廷，可換來的是為保全皇家尊嚴，陳家為逆臣，滿門被屠，而太子不過禁足3月，唯獨留下了未曾造冊的庶女。他夫君病死，卻已然有孕，而後為求公道，孤身入皇城。這些年，沈大人與宣妃一直在收集太子欺凌、虐殺女子的證據。沈大人以為滔天罪行是不會被掩埋的，卻不曾想到頭來換來的是全家男子被流放。宣妃入宮前增生下幼女，在城外農莊養着，那幼女便是沈婉寧。而後宣妃身份被太子懷疑，宣妃便將沈婉寧托付給沈大人。沈清一之所以答應替沈婉寧冥婚，便是因為愧疚。書信中有一紙是沈清一留給沈家老夫人的書信：祖母，是我霸占婉寧人生16載，而今我替她明嫁，我別無怨言，伏願祖母身體康健，長命百歲。沈婉寧在農莊過得並不好，受盡欺辱，食不果腹，甚至被人毀過身子。而那些沈清一以為那原本該是自己承受的，所以他日復一日自責，所以他才會想要替沈婉寧去死。是那麼好的阿柔啊！蕭凌淵喉間一瞬有些沙啞，如果他早調查到這些，如果他能再仔細些，如果他能發現這些異樣，是不是阿柔就不會死了？蕭凌淵拿着證據起身去了沈家。沈家正廳是沈老夫人來迎接的，她拄着拐杖，臉上盡是疲憊，還帶着對蕭凌淵的埋怨：蕭大人，欺我沈家無男子，堂而皇之帶走我家女眷尸身，如今來沈家有何貴干？蕭凌淵將收集到的證據讓劉明呈了上去，然後冷着聲音說：若沈老夫人得知沈清一才是正統長女，不知今日您可否會為從前種种難過？蕭凌淵在來之前便已調查得知，沈清一體內的慢性毒藥
是沈夫人所下。他知道沈大人之所以瞞着沈家所有人，将沈清一的身份設計成被对调身份的假千金，便是已做好了讓沈清一替沈婉寧赴死的準備。他是想保全至交好友唯一血脉，可沈清一又有何錯？為何平白便要替他去死？他们这一生不惜以全家性命做賭，去求一個公道，可為何對待自己的血脈卻不要這公道了？他不明白，所以他想好了，這份真相他是要給沈家的，他要讓他們得知是自己親手逼死了自己的血脈，要讓他們後悔終生。沈夫人也走到沈老夫人身邊，一張張看完了證據，然後她渾身止不住站立的落下淚來，仿佛被一股巨大的悲愴籠罩，聲音沙啞的一句話都說不出。所以你是說阿柔才是我的女兒？他恨啊，恨他夫君為保全好友血脈，連自己也欺騙。他悔啊，悔是自己親手將親生女兒送上了絕路。沈夫人身體像是被密密麻麻的針扎過，徹骨的寒意湧過全身，一瞬間血液都仿佛凝固住了。沈老夫人起身搀扶住他，然後對着蕭凌淵說：蕭大人通天本事，為何要偽造出這些證據來欺騙老婦？婉寧就是我沈家的嫡女，阿柔是外室所生，除此之外，蕭大人所言老婦並不知曉，也斷不會認。沈老夫人和沈夫人看到了這份證據，都已然清晰，此事真偽。可沈老夫人不能認，如果認了這樁事，便是沈家欺君，沈家女眷無一能保住。蕭凌淵看着沈老夫人，只輕蔑一笑，然後自顧自走到燭火前，將收集到的證據焚燒。沈老夫人不必擔憂了，這些證據都隨着阿柔的死都一同消失了。你們該慶幸，阿柔縱這些年從未得到過家人的疼愛，可在死前，她最掛念的還是你們。她聲音越發淒冷，從阿柔離世後，她什麼都不在乎了，什麼沈家女眷，死便死了，與她何干？可她害怕沈清一會責怪自己，既是她所願的，便遂了她的心意，讓沈家女眷健康順遂的活着。只是他們不能那樣心安理得，她要他們如沈清一生前那般自責愧疚。說完後，蕭凌淵便轉身走了，身後沈夫人直接癱軟在地。阿柔是她的親生女兒，所以她都對她的親生女兒做了什麼？她記得阿柔幼時愛吃枇杷，她精心種植枇杷樹，枇杷果子結滿的時候，她總開心雀躍地纏着她要摘果子。可後來沈婉寧回來，她說她枇杷過敏，沈家便一棵枇杷樹都沒再留。她想起沈清一自作主張和離時，她對阿柔也只有埋怨。她說若非你嫁這般無用之人，怎會保不住你的阿爹？阿柔瞬間就不說話了，只說我不和離，難道要讓他和我一起送死嗎？她說阿娘，只求你這一樁遂了我的心願。她想起她在送行的糕點中給她下了慢性毒藥時，阿柔就那樣悲戚地看着她，淚流滿面的一口一口吃完。她說阿娘，我已經許久未曾吃過您親手做的糕點了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歡。眼淚混着糕點，又苦又澀，怎會好吃？可那時的她只是冷聲斥責沈清一，若要怪就只怪你那妾室母親，你讓我的婉寧受盡苦楚，如今用你一條命來還，以示善待。她一頂轎子自後門而出，她一眼都未曾看過她，一眼都未曾。這是她的親生女兒啊，這是她10月懷胎受盡苦楚，發誓要將她捧在手心，如珠如玉長大的女兒啊，她怎能如此對待她的女兒？直到蕭凌淵背影消失長廊，她再也忍不住，嘶聲大哭。沈老夫人凝着如此悲痛的沈夫人，也只覺胸腔獨湧的難受。她最看重出生，妾室女兒自然不得她親眼，可就是這樣，她不看好不喜歡的孫女，最後卻為了未曾善待她的沈家，付出生命。她拍了沈夫人，嗓音沙啞：你要記住，也必須記住，沈清一只是妾室女兒。沈夫人淚珠瞬間滾落，是嫁出去的妾室女兒，她甚至無法在沈家給她立碑。蕭凌淵從沈家回來以後，最常去的便是大昭寺，他每次去都會在祈願樹下掛滿他未曾掛上的祈願條，願阿柔事事順遂，一生圓滿。有年幼的小彌陀看到蕭凌淵，便不解問他：施主為何總許一個願望？蕭凌淵沉默着：因為我別無所求，神佛在上，我從不貪心，所求只有這一樁，願阿柔事事順遂，一生圓滿。祈求不了今生，便求他來生，可好？蕭凌淵每逢休沐都會來，持續1年後，他竟遇到了那年在客棧的小乞丐。彼時他是受人供奉的聖僧，是受百姓敬仰、救人於苦難的聖僧。他瞬間怔愣住了，各寺的高僧齊聚於此，禮佛求拜。待到儀式結束，蕭凌淵才找上前去，攔住聖僧面前。大昭寺住持眉眼不悅：蕭大人，莫要擾了聖僧清靜。聖僧如今穿着紅黃色僧袍，眉眼間卻依舊是悲天憫人的感覺。他笑着扶了扶手，無礙。他將蕭凌淵請進了禪房，給他泡一壺茶水，有何想問的便問罷。蕭凌淵沒喝茶，只定定看着那聖僧：你既是聖僧，為何騙人？客棧前你說阿柔會生下龍鳳胎，可他死了。那日在客棧前，這聖僧說阿柔會生下龍鳳胎時，他心裡想的是，會不會是與他能治他不孕之症的人只有一人，而那神醫避世不出，是他歷經艱辛才求得一次問診機會，所以他也有一刻是欣喜的。聖僧淡淡看着他，很平靜地讓他喝茶。他說：萬事皆有緣法，也皆有輪迴。貧僧所說是前生亦或是來世，施主又怎知今生所遇之人無關前塵？聖僧所言，蕭凌淵全然不解。他飲下熱茶，正欲追問，聖僧卻全然不見。他問了大昭寺的住持，說聖僧回雪山了。他派人調查了這聖僧，皆說他有斷生死、窺探未來之能。聖僧所言他不解，一想求得來生，與阿柔再逢。青龍雪山10001層台階，須得一叩一拜才能求得一見聖僧。於是他去了，赤裸雙足，身高7尺的他虔誠之至，一叩一拜，冰霜雪凍之下，他暈過去3次，雙腳全是凍瘡，仍一步步往上。半途而廢的信徒見了他，紛紛感嘆：這男子究竟所求為何？竟不顧生死也要求見聖僧，這般男兒世間罕見。蕭凌淵跪在階梯上，雙手合十，俯叩在地。若世間真有神佛，他願用餘生壽命換沈清一重活一遭。悲天憫人的聖僧啊，我只此一願，縱要我從此身死魂消，我亦無怨。
行至青龍雪山峰頂，只見皚皚白霧中，一座寺廟若隱若現，求上來的人皆稱聖僧是假，未曾見得寺廟，唯有蕭凌淵，一叩一拜，行至寺廟，推門而入，周遭人紛紛訝異，那男子怎行至那白霧處，便不見了身影。蕭凌淵推開寺廟大門，只見聖僧迎着他，長嘆一息：你所求無法遂願，且看你如此執念，本座便讓你虧一虧你的前塵。佛香裊裊，蕭凌淵從未有一刻這般平靜，他好像做了一場夢，夢裡是昭陽18年，他是大昭太子，而他是大昭公主，兩人並非生於一母，感情卻極其要好。那時大昭正逢戰亂，蕭凌淵作為太子，是常常要領兵親征的，於是阿柔便日日等在城樓上。他最常說的一句話，便是兄長幾時歸？婢女一遍一遍告訴阿柔，公主戰亂不休，太子恐難以回朝，等到捷報回來了，公主便能等到太子了。阿柔最常做的一件事，便是替蕭凌淵祈福，可等他大勝歸來，他的兄長蕭凌淵戰無不勝，所有的人都認定他不會輸，唯有阿柔時常擔憂，夜夜夢魘，世人只關心蕭凌淵打了何等勝仗，唯有他是看見過他身上猙獰傷疤的，是害怕失去，才越發擔憂。戰場上的是他的親人，亦是他在乎的人。昭陽18年冬，陛下為阿柔尋了一些郎君，說阿柔到年紀了，也該出嫁了。阿柔哭了整整一夜，陛下笑話，太子是你兄長，你總不好天天纏着你兄長。於是陛下給他尋了許多郎君，才學盎然的崔家嫡子，清風傲骨的文臣，出自寒門的狀元郎，唯獨沒有武將。皇后問陛下為何不曾有武將，陛下無奈答：戰場無眼，我只願阿柔此生得一如意郎君，能歲歲歡愉。可阿柔一眼都未曾看。那夜回去，婢女替阿柔點了燭火，聞着檀香，婢女問：今日陛下尋的郎君，個個都是容貌家世鼎鼎好的，為何公主一眼都未曾瞧？阿柔躺在床榻上，側過身去，他沒有回答他。在這世上的男子只有兩種，兄長和旁人。等年關時，捷報抵達京城，阿柔便開心雀躍，兄長沒騙人，他每逢出征，便會為他尋些訃文來摘抄。上次是上林賦，這次是子虛賦，今日他的訃文剛好抄完，兄長的捷報便已抵京了。他披上了粉色的大氅，又讓丫鬟婢子為他整理了着裝。他站在城樓上，望着，等着，盼着。然而兄長的車馬剛至城門，他便聽百姓議論，這便是我們大昭的戰神，無數京都貴女的夢中情郎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聖上已經為他指婚了，千嬌萬貴的丞相嫡女，兩人真是相配。這丞相之女沈婉儀國色天姿，才學更為女子典範。若問世上誰可堪與太子相配，也便只有沈氏婉儀。阿柔聽了這話，心中獨湧又酸澀。兄長入城時，像賭氣般，他沒去迎接，去迎接的是沈婉儀。二人城門口攀談甚歡，阿柔心底像是啄了一下，難以隱喻的在痛。婢子問：公主不去接殿下嗎？阿柔轉了身，不去了。他下了城牆，便見蕭凌淵高坐馬背，似在等他。他嗫嚅，不願喚他皇兄。他似笑非笑，一張金貴冷漠的臉，更清瘦也更冷峻了。阿柔，皇兄回來了。他靜靜地說着：我帶你回宮。他說了這話，便拉着他上了馬背，他的前胸貼在他的背上，氣息灼熱，他不覺間像是以蟲在噬咬他的心。阿柔回了頭，他看着兄長說：你要成婚了。蕭凌淵正愣了瞬，聲音沙啞：阿柔不願我娶。阿柔咬着唇，心像是被刺了下。他說：京城中人人都傳父皇給你賜婚了，可為何世間所有的人都知道了，卻唯獨我不知道？冬雪紛紛揚揚落着，好像落在他的心上。半晌，他終於出聲：等阿柔嫁出去，皇兄再娶。他的聲音像是被打磨過的沙粒，淡淡的轻輕的。年關前，丞相之女便嫁了人，是清河崔氏的嫡長子。阿柔不知這其中是否有蕭凌淵的手筆，他只歡心皇兄不必娶了。那日丞相嫡女成婚，他去了，將他無比珍視的翡翠玉鐲送給了丞相嫡女。那女子謝過恩後，問他：公主，臣女有疑問，上京城有無數郎君，公主為何不願嫁？阿柔正愣住了，好半晌才說：我還不想嫁人。那女子停退了婢女，又問：公主是不願嫁，還是想嫁的人不能嫁？阿柔沉默了，他不知如何回答，到底是不愿嫁，還是想嫁的人不能嫁？这幾年他從不敢說起這些話題，更不敢有任何妄念，他怕若是自己心生了妄念，便會讓他萬劫不復了。他是他的兄長，也只能是他的兄長。丞相嫡女手持團扇，輕聲道：公主，臣女也有想嫁卻不能嫁之人，如今我所願落空，臣女福願公主如願。阿柔在他身前，仿若被看穿。那日回到皇宮，是他的生辰，皇兄替他端來長壽面，旁敲側擊地問：父皇說來年春日便為你尋一如意郎君。我瞧了瞧，覺得那狀元郎還不錯。阿柔覺得如何？他瞬間就不說話了，那雙鳳眸中隱約可見淚光。皇兄也覺得阿柔該嫁人了。蕭凌淵正愣了瞬，又聽他說：前些日子我去參加丞相府的婚禮，那宋小姐問我，公主是不想嫁人，還是想嫁之人不能嫁？皇兄知道我是如何答的嗎？燭光中微微瞧見他神色淡然，蕭凌淵握着杯盞，遲遲不語。他恐聽了這話，他便不願她嫁了。他抬起眸子，飲罷杯中酒。阿柔，比你年幼3歲的公主都已然成婚，你不能一輩子不嫁。他像是沒聽見，只自顧自說着。那時我沒回他，是因為我想嫁之人不能嫁。皇兄，我常於皇城，也只想困在皇城。那夜，蕭凌淵回了東宮，跟在身旁的軍師連連嘆息：殿下，公主還是不願嫁嗎？蕭凌淵一杯酒接一杯酒喝着，默然半晌，他終於開口：不願嫁便不嫁了。蕭凌淵何等英才，能洞察人心，又怎會看不清自己幼妹的心意？他想清楚了，他若不願嫁，便不嫁了罷，為他抗旨拒婚，有何不可？軍師推開窗就，看着窗外愈盛的風雪，殿下可知，今日過後的風雪會愈來愈盛大。蕭凌淵想，他這一生護佑了萬萬民眾，而今他也想護住自己的幼妹，讓她事事順遂。那日向來功效的太子抗了2道旨，一旨是替幼妹抗的，賜婚旨意；一旨是替自己抗的，也是賜婚旨意。陛下大怒，也因此無數言官上諫，恐太子與公主兄妹有染，乃皇家恥辱。朝堂中言辭愈發激烈。
而後邊關大吉，蕭凌淵匆匆帶兵趕回邊關。他出征前只對阿柔說了一句：“阿柔，不必等皇兄了。”離行那夜，趙貴妃帶酒與阿柔暢飲了。趙貴妃是阿柔的生母，亦是皇後的手帕交。酒意正濃時，趙貴妃放下酒杯，指着蕭凌淵策馬離去的方向，她說：“阿柔，母妃常常在想，是不是母妃錯了？”阿柔12歲那年，第一次洞察到自己對皇兄的心意時，茶飯不思。她一直覺得自己是覬覦兄長的女子，她怎能覬覦自己的兄長？趙貴妃得知，便和阿柔說了蕭凌淵的真實身份。大昭開國那年，皇後曾被敵軍擄走，而後懷上了敵軍首領的孩子。蕭凌淵是皇后與敵軍的孩子。那時阿柔便知曉，她與蕭凌淵絕無可能了。若她身份被世人知曉，她不會是大昭千尊萬貴的殿下，她會被打在恥辱柱上。她的身份是一道催命符，所以她不能說。趙貴妃最後是哭着與阿柔說的：“母妃知道你想嫁的人不能嫁，可如今你為了你的皇兄必須要嫁，若你不嫁，他便一生不會娶。陛下絕無可能會將大昭交給不婚娶的皇子手中，而手握重兵的皇子若不做皇位，下場如何？你該知曉。母妃的意思是，她若不嫁，便會害死兄長。”那夜，她哭了一夜。12歲那年，她也哭了一夜。她寧願困在皇城，也不願再嫁他人了。可此刻她才知道，世事並非能得圓滿。縱她已然做好玉碎準備，卻還是有不想為卻必須為之事。她嫁給了狀元郎，她還是日日抄着皇兄讓他抄的《離思賦》，她想待離思賦抄完，皇兄的捷報便也該傳回城了。昭陽19年，離思賦抄了整整12遍。皇后忤逆聖意，幽居乾安宮。昭陽20年，離思賦抄了101遍了，兄長還是沒能回來。那年冬日，狀元郎終是嘆息，握着他的手與他說：“公主不必再抄了，殿下他不會再回來了。”他抬頭靜靜看着他，比想象中的要平靜許多。他只是問：“是不會回來了，還是不能回來了？”狀元郎沉默了，他了然點頭，連夜入了宮。趙貴妃得知他已知曉，連連嘆息：“阿娘早知，便不阻你了。”原是他抗旨後，他的身份便被皇後身旁的婢女舉報，為的只是出宮機會。那婢女不知，皇後之所以留他在宮中，便是早有提拔他做女官之意。那一戰不是出征，是他該走的斷頭路。阿柔悲泣的一句話都說不出。他問皇兄是如何死的，趙貴妃將他抱入懷中，聲音啞澀，在水牢49日，受盡鞭刑，而後被烈火炙烤，身上潰爛傷口被一刀一刀剜了下來。阿柔痛不能言，捂着胸口，只覺得同樣的痛他也在承受。趙貴妃緊緊抱着他，阿柔若想哭便哭出來，可阿柔只是捂着胸口，竟一滴淚都落不下來。趙貴妃滾燙淚珠一滴滴滾落，她說：“阿柔，對不起，对不起，若早知如此，母妃便不該阻你的，哪怕是受盡世間冷眼的兄妹苟且，也好過為了彼此生生忍受，歷盡千難萬阻，唯願對方平安順遂，最終卻還是陰陽兩隔。至少他們曾經是有片刻歡愉的。”殿外的風雪更大了，阿柔只一步一步邁向風雪中。離思賦是亡夫寫給妻子的信，這是皇兄給他的回應，已然足夠。他一步一步來到了大昭寺，在這殿中，他求了無數次，願皇兄平安順遂。而今生已盡，他用餘生受命，求來生能與蕭凌淵有夫妻情分。昭陽22年，公主生下一兒一女，龍鳳呈祥。所有人都以為阿柔走出來了，可他拋棄了柚子，孤身去了大昭寺。他用餘生受命所求，來生能與皇兄有夫妻情分，縱只是3年，他也認了。公主日日跪在神像前祈求。昭陽23年，公主跪在神像前，心脈盡斷而死。蕭凌淵從夢中醒來時，大汗淋漓，他心痛不能喘息。這3年夫妻情分是他用前生受命所求。醒來時，聖僧坐在桌前飲着茶，蕭凌淵長跪在地：“聖僧，我願此生不入輪迴，求您再讓我見阿柔一面。”前生他無法直面內心，無法接受自己對幼妹動心，今生諸多誤會，他許他的圓滿未曾做到，他不想讓他帶着遺憾離開。接着就聽聖僧說：“塵緣一世已然了卻，這3年夫妻情分是他所求，亦是神佛憐憫，而今一切已止，你們不會再有來生緣分，又何必苦苦哀求？”蕭凌淵跪在地上，猛地磕頭，聲音梗塞：“聖僧，我只想再見阿柔一面，哪怕是讓我永生不入輪迴，既以後生生世世不能與他相逢，那他又何必再踏入那輪迴？”聖僧不語，只說了一句：“前塵已止，一切已然結束。”聖僧沒說前生，沈清一便知一世緣分止於此，是他用不入輪迴強求來這3年緣分，輪迴已無他，那座寺廟又成虛無，他一人孤寂站在聖雪中，他回望，就好像能看見長跪風雪中的那道纖細單薄的身影。若來生不能再相逢，他便只能祈願來生他能覓得如意郎君，與他歲歲安樂。他所求僅是如此。他隱約見到風雪中有一曇花盛開，最終又歸於虛無。風輕輕拂動，曇花花瓣落在他的墨髮間，不覺間有些記憶在慢慢抽離。等思緒回籠時，蕭凌淵已然忘記沈清一，忘記成婚那3年，更忘記前朝今生。身旁所有的人都閉口不提沈清一之事。同年晚春，陛下賜婚他與户部尚書之女，他遵旨了。對他而言，好像娶誰都一樣。户部尚書的嫡女名喚裊裊，她長相可愛。初見時，他便與她說：“陛下賜婚，你我都無法抗拒。我知你對我毫無感情，我對你亦是如此。我只願與你夫妻和睦，旁的我不奢求。”蕭凌淵應答了：“比起娶一個所求頗多的女子，不如裊裊。他會待她好，但也只是待她好。”成婚後第2年，兄長疾病去世，阿嫂跟着殉情。蕭湘在次年的3月也病逝。自此，他無一親人在世。他屢破奇案，他說他這一生是為天下再無不公。他在府衙通宵達旦，裊裊便備好吃食，一切都好像歸於了平靜。只有蕭凌淵總是拼命的在想，就好像自己遺忘了重要的記憶。他總問心腹：“我是不是忘記了一段記憶？”劉明搖着頭，眸子裡滿是心疼。他說：“
大人說笑了，比起讓他想起那段痛苦回憶，不如從此忘了比乾淨。裊裊被喚回了家中，阿娘責備：你嫁給蕭大人已有2年，為何這肚子遲遲不見動靜？裊裊抿唇不語，他與蕭凌淵還未有過夫妻之實，這肚子如何才能見動靜？阿爹斥責：唯有了子嗣，才算在蕭府立住腳跟。朝堂動盪，東宮之位岌岌可危，稍有不慎，朝官們都會滿門被屠。唯有蕭凌淵，襄府唯一血脈，而相爺是陛下生死好友，也因此，無論那把火如何燒，都不會燒到蕭凌淵身上。這便是裊裊嫁蕭凌淵的原因。裊裊那夜回去，便備下晚膳，難得喝了些扶桑酒，他不過喝了些酒，臉上便有了些紅暈。蕭凌淵不解，夫人今日可是有何喜事？裊裊羞紅一張臉，只覺難以啟齒，卻還是鼓起勇氣，命婢子吹了燭火，點了香薰，而後又卸了珠釵。夫君，你我成婚已有2年，也該有個子嗣了。輕紗微微浮動，他站着蕭凌淵身前，慢慢褪去外衣，然後依着阿娘尋來的那叫席嬷嬷一般，緩緩勾上蕭凌淵的脖子，而後咬住他的耳根，輕輕的、緩緩的在他耳畔喘息。蕭凌淵不為所動，他便扯住他的手，慢慢扶上他的腰肢，而後是脖颈，再然後是那胸甬處，他慢慢的摩挲着，手指慢慢劃過他的喉間，然後在他胸膛前打着轉。下一瞬，他終於出了聲，他抹去了他滾落的淚痕，輕聲說：不願做的事，又何必強求自己？一向溫柔的他借着酒意說着：蕭大人，你以為我想如此嗎？既娶了我，便該有夫妻之實，我家需要一孩子，我也需要一個孩子。蕭大人，你娶我時曾答應過會好好待我，為何不能替我想想我的處境？他是知曉他與沈青衣的過往的，所以嫁他之時，他便未曾想過要得到他的心。他想，女子這一生都得仰靠夫君鼻息而活，男子便能3妻4妾，所以他想嫁給誰都一樣，那不如嫁給能給家族帶來庇護的男子。蕭凌淵是他最好的選擇。寢殿外，忽然聽見有婢女在喊：枇杷樹結果了！這枇杷樹好像是大人親手種的，等落下我們便嘗嘗，定然清甜。蕭凌淵忽然愣住了，他沒回應裊裊的話，只是說了句：枇杷樹結果了。裊裊不解，蕭凌淵自顧自推開殿門，走到庭院裡，他看着滿庭院的枇杷樹，聞着枇杷果香，好像看見一個女子就站在樹下，氣鼓鼓對他說：蕭凌淵，我可不想吃有皮的枇杷果，你給我剥皮。他什麼都記起來了。裊裊整理了衣服走到他面前，而後便聽見他聲音平靜地說：庭有枇杷樹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蓋矣。枇杷結果了，你說他可還會回來？裊裊正愣住了，他知道，他想起來了，月光如幕，他那雙眸子死寂一般的灰，然後就聽他嗓音嘶啞地說：我怎麼能忘記他？怎麼能？裊裊不說話了，只是沉默着回了寢殿，洶湧的淚水奪眶而出。他只是替他難過，難過分明彼此相愛的人，如今要陰陽相隔，他只是難過，為何這世上偏要有如此多的不圓滿？他能理解他的，真的能。他所愛之人是府內侍衛，最後爹娘卻將那侍衛沉了塘。那之後，他日日後悔難過，是他愛上了不該愛的人。這世道便是如此的，怪他生了妄念。這世上多的是身不由己，多的是悲痛過往。裊裊想，若有來生，他願不再是世家女了，他只要他的小侍衛。蕭凌淵連日入了宮，他求了2道旨意，一道是他辭官，一道是為戶部尚書求來國公之位，位列3公，日後朝堂無論如何動盪，都定會權衡。陛下又惱又怒，卻又無可奈何。他不知如此的青年才俊，為何卻偏偏為情所困，受賦於己。可他所求，他還是允了。而後蕭凌淵便去了王妻墓前，他帶着已然成熟的枇杷果，他是若珍宝捧至他墓前。阿柔，枇杷結果了，我本想叫你來吃，卻恍然發覺你不在了。你這一生所求不過我青雲直上，平安順遂，可我所求也只是你事事如願。阿柔，我若是沒了你，這一切都沒了意義。前生他在水牢受盡酷刑時，只覺遺憾，遺憾未能脫口的真心，而今他又覺遺憾，遺憾他從未厭棄過他，卻偏偏讓他生了誤會。早知這一生夫妻情分是他強求來的，縱使他一刀一刀在剜他的心，只要他願意，他可以做那個地刀人。若與他再不能相見，他便也不願再入這輪迴了。秋風蕭瑟，梧桐葉飄落滿地。蕭凌淵死在王妻墓前，墳墓前長了一株曇花，隨風飄散。不遠處，聖僧猝然閉眼，長長嘆息。跟在他身旁的弟子問：師尊為何會凡人傷懷？總歸世間皆有因果，聖僧是神佛，可卻也被此等遺憾錯過而感嘆，無關因果，只是痴情如此，最終卻還是要遺憾錯過。可這世間一切已有定數，那3年已是他化去500年功德所求。秋雨連暮，他回望此處，故人何在？煙水茫茫，浮生如此，別多會少，不得圓滿，不如墨玉，怎甘墨玉？番外，扶桑郡主，我對蕭郎是一見傾心，他生了一副好樣貌，我便為之情動。聽聞他在白鹿書院，於是我便做了我一生中最逾矩的一件事，女扮男裝，入了白鹿書院學習。與他同窗3年，他最愛的便是引經策論，心中再無其他。於是我開始想要逗他，我在他竹卷中藏了菜花蛇，想女英雄救美男，不料他眸色平靜，只帶着那菜花蛇去了山間放生。一計不成，我想得來一計，於是我便讓侍衛假扮山匪，在他受驚之時出場救他。可他竟與我侍衛開始攀談聖賢道理，試圖以理感化我的侍衛。我那不爭氣的侍衛最終聲淚涕下，竟說天下不平，吾等怎能安心立於世？那夜侍衛們紛紛出逃，竟說要去參軍，要還盛世太平。我心生了趣味，趁着醉酒，我勾着他的脖颈，問他可願成為我的男人。他驚慌而逃。再見是第2日，他親自打了聘宴，站在我府前，問我昨夜所說可是真心。他說他這一生只認定一人，若我是真心，他便上門求娶。我意外，他知我身份，更意外。同窗3年，
我如此欺他辱他，他未曾有一刻動怒，也未曾拆穿，他卻和我說，這世間並非人人要如我一般循規蹈矩，郡主所為未曾傷及旁人，只是隨心而為，有何不可？他說若嫁給他，一切都可隨心而為。我說服了阿爹，說要嫁給蕭郎，阿爹答應，择日便入宮，讓陛下賜婚於我們。可遲了，那日阿爹入宮，收到的是讓我和親的旨意，阿爹也難過。扶桑，是阿爹虧欠了你，可宮中適齡女子，不過你與陛下的公主，若非是你，便是那公主。他的言下之意是，陛下不會讓自己的公主嫁去偏遠之地，便只能是我。我苦笑了一瞬，而後我決然踏上和親之路。我只給蕭郎留下一封書信，願他能娶良妻。和親5年，我受盡屈辱，他們為我準備了一頂木馬，肆意玩弄我，也讓我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可能，將我折磨得奄奄一息後，他們將我送回來了。送我回來，別無其他，只是羞辱。我是想過尋死的。然後蕭郎卻找上了門，他說他願娶我，問我可願再嫁一次。我哭得難以忍受。我告訴他，如今我已經是殘破之身了，我配不上這麼好的他。可次日，不是書信，他真真切切出現在了我面前。他坐在輪椅了上，他說：“扶桑，別怕，我也早已是殘破之身了，你莫要嫌棄我，好嗎？”我摸着他的臉，一寸一寸吻過。這些年，他得知我的遭遇，卻又無能為力，難過的心脈盡斷。他是為我而殘破，我怎會嫌棄這樣好的他？成婚後，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幾年。他死前握着我的手和我說，他知道我此後不願再嫁人，卻也希望我能事事順遂，健康長壽。他說他會在天上護佑我，我答應了他，要好好活着。可蕭郎啊蕭郎，我這一生事事順遂，唯獨在嫁你這一件事上沒能如願。那些痛苦的回憶日日將我噬咬，我是斷崖花，你是滲進崖壁的那一縷光亮，是你讓我多活了這2年，沒了光照，你讓斷崖花怎麼活？蕭郎，只是活着便不叫活着了。若有來生，我願我如初見時限量，願與君逢，願人生能有圓滿時，更願百歲安好，歲歲無憂。